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龙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龙王这英雄其实强度还是可以的哈，特别是到了后期，怎么说呢？到了后期以后，他那个兜底能力确实很强，只要不会被秒，或者说你玩的不是太差的话。其实龙王就是这样子，你有熟练度，其实前期也不容易炸。这句话对方交闪了，一个小走位躲掉了后方对面的一个 Q。对，这边有就是说永恩有双就是二段 Q 的时候就必须得往后拉一下。现在龙王的话，自从那个自从那个仙宫被削了那个真实伤害以后他的那个确实陆陆续续感觉带仙宫的变少了，然后带彗星的多了一些，然后后续之前有人说带彗星的话，对于高端局来说，其实是个不稳定因素，你的技能打不出来，你知道吧？如果说后期差这个，就是其实还是就是你的主符文伤害还是很关键的，因为像仙宫的话是稳定，只要你打出去了，那个伤害就会就是有8%的真实伤害嘛，这差距还是蛮大的。像如果说有人问打亚索跟打永恩龙王哪个好打？虽然说那个亚索的强度对线强度永远都是比永恩高但是对于龙人来说，亚索的压制力没有永恩高，永恩的话压制力会更高一点，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技能去长距离的去拉扯。这是龙王最难受的一个点，因为龙王有个点就是出伤慢，前期出伤特别慢，你不像后期有大招有天赋的话，你的出伤其实还是蛮快的，而且 Q 技能喷出去以后，对吧？有装备加成的那个状态下，那个 Q 技能爆发伤害持续的爆发还是蛮高的，但前期来说还是就比较偏低。这里的话是带了果子然后带个那个骸骨，保证自己的一个对线容错。就上下路的果子尽量去吃一吃，吃完以后二技能再飞回来就可以了。果子的话可以先种出来，但不一定要先 A 掉，或者说直接吃。比如说你状态不好的时候，果子就是一个很好让你回血是吧？让你赖线的一种方式。这里71层3分钟71层已经算叠得很快了。后续在龙团或者说在清兵装备起来以后，清兵快的情况下龙王那个刷这些刷被动的那个机会会更多一些。这里的话，永恩和狼人都在的，应该对方直接扑了，这里浅浅的蹲一下，但大招丢的并不是很好。回过来先收掉这个狼人，
永恩的话，直接 W 这种飞走就行了，只要他没有二段 Q， 他是打断不了这个飞的。上一波团战的话是没有天赋，有天赋的话，这个大招起码还有点作用。丢的有点偏，应该直接往塔内砸，就是残血，队友是残血的那个地方砸就可以了，预判一下。这里的话直接吃掉，因为赶紧清完这波兵线，回去把兵杖给做出来。因为兵杖的话是能打出那个减速嘛，黏住对方，更好的去叠被动打伤害。这里先买一个重伤，这样的话可以克制对方的永恩乌鸦的一个回血能力啊。永恩没大招的，挡住他的双剑滑弹。那这样的话可以来互换资源吧，对方应该是会选择拿小龙的，双人路有优势。如果双人路没优势的话，三米拉就可以去帮忙。像刚刚的话就千万不能贪了的话，第一时间永恩跟那个不是亚索吗？啊，是亚索。上单亚索是吧？这的话 W 赶紧走。第一套打出来缠的太快了，没得办法。上路线守线就好了。我没有大招，但是对方留了个 Q， 跑掉了。这样的话勉强保住了中一塔，两边中一塔看看谁先能拆掉。对，尽量不要出去，因为对面狼人的位置不太清楚的，就千万不要去赌这种概率，知道吧？这里为什么不想回呢？因为有个蓝 buff， 清完这个蓝 buff， 然后在那里回城把蓝 buff 吃了。这样的话，第二件事准备做面具啊，直接做面具。首先露视野嘛，让对方不敢去压塔，怕被支援。打也打了起来。这里的话，大招砸不死。刚刚如果大招直接给的话，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闪现啊？不过可以尝试利用大招把对方的闪现逼出来，也是可以的。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发育还是很好的，这边龙王。因为准备第三件，如果大帽做出来的话，其实对面会打不太动的。吃果子吃了800金币，我天！这里的话有天铺的，不要着急。不要成为他的第一目标。狼人
就是直接你看没有，这狼人为什么不去扑他，不去抓那边打输出，就是为了啊等龙王，直接甩天铺，不要让把这个一塔一定要守住，只要这个一塔不掉的话，其实问题不大的。小龙要刷的话，这龙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去拿哦。太贪兵线了，刚刚不应该再去喷了。小龙的话不是很好拿，说实话。哦，这里封过来，直接套个虚弱，二技能再拉开。哦，差一丝，没烫死，还行。对方教了很多技能，给个一技能减个速吧。哦，走不掉了。完了，要不要了？哎，烫死了，可以。这里有帽子了，有帽子的话，其实打肉啊那些都很快了。这里的话必须得回，反正10分钟。哎呦，完了！这里狼人恐惧到了，这个辅助够空气的，真的是 A 空气。但这里面啊有个点就是买水银的话是能解掉那个狼人的控制，但解不掉他那个伤害啊。他不像那个之前那样子一解，然后狼人的大招就直接空掉那种，现在不是。哇，哎呀，这个大招真的随便给，我发现这辅助，看看能不能叠个天铺，找机会。哎，这里的话砸下来，砸到3个，对方交闪。这种情况下，中2塔应该没那么好守的，可以直接放高地都可以。哦，这里超虚弱。哇，这狼人抓这种近战啊，只要你的那个爆发或者控制不够的话，确实很容易一套就被秒了。奥拉夫还是差了一点。把线清了，但对面状态太好了，天铺的话也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这局你看到没有？对面唯独一个没有优势的就是中单永恩，其他路的都有优势，打野和上路和下路。
这样的话，水龙魂大概率也得掉啊，拿不到。但我们可以看到，这局其实龙王已经玩成这样了，还是有兜底能力的，一直在被对面打野针对。对，开到了大招的话能砸死。这里飞机的话直接追过来，先秒掉一个，可以了，伤害其实可以的，而且斩杀线很高哦。像龙王就是那种比较极致的输出的，他们3打5可以留住一个，那队友开不出去啊。那个狂战的话没有大招，有大招应该是直接开大上了。哦，砸中了。对面这在给机会啊，一直走那么深的位置。对面打野都没有，在那打大龙，那可以尝试直接收割。那关键团在这边，只要泰坦在前面顶住就可以了。亚索的话，对面要炸了这局。再飞过来，当完喷，好，游戏结束。这个射手啊，吃完果子就毙了，不帮忙打的，绝了都。这里的话选择回家。这样这局的话，可能得把重伤给卖掉，后期的话做一件有续航的装备。砸下来。对面附近没人儿，但没有太多的技能哦。把旁边永恩喷了，这永恩说实话有点搞笑啊。完了，被咬住了。像拿到大龙的话，一定要逼对面跟你开团，因为这里有龙王输出的话，已经是6神装了的，完全是不怕那个，这边是不缺输出。像刀妹的话，就应该去选择带线；奥拉夫的话，应该在正面团去扛伤害，然后切对面后排，或者找着对面亚索或者那个永恩嘛。这局的话其实是能翻的，就怕打野这里面是吧，被龙被抢那种就炸了。这里位置输出很好，一直在喷，狼人过来直接 W 过墙，减速到了，狼人死掉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回中路直接推一波。好，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2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